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这期节目呢，可能会带给大家一些童年的回忆。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样一首歌，歌词中有这样几句：月亮在莲花般的白云里穿行，晚风送来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土堆上面，听妈妈讲那盗墓的故事。这个妈妈口味还是挺重的。在座的朋友中，不知道有没有平时喜欢盗墓的，就是经常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来一场说挖就挖的盗墓之旅。当然了，工具是必须要齐备的，比如说盗墓用的圣物黑驴蹄子、狗血、糯米，以及不可少的洛阳铲。还应该有几支蜡烛。你和朋友们先下到坑底，然后点上那支蜡烛，看看会不会有哪个不长眼的把它吹灭。如果吹灭的话，那你就要赶紧跑了。然后你们就可以开始地下的野营。万一这时候有一个本来躺着的突然坐起来的话，你别忘了，首先要拿狗血浇他，这叫狗血喷头，然后就向他撒糯米。据说狗血跟糯米都是驱邪的，趁着这家伙被糯米狗血烧得胡说八道的时候，你就趁机把这个黑驴蹄子塞到他的嘴里。据说黑驴蹄子能够有效地阻碍它的生物电波，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研究出来的，反正听说挺好使。然后你就要赶紧跑，跑快了你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如果跑慢的话，那么可能你就只能跟那个家伙作伴了，听他讲关于盗墓的故事。以上所说的都是真事儿，来自于科普文摘《鬼吹灯》。盗墓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在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盗墓就非常盛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盗墓事件呢？主要还是源于厚葬。中国有一个传统叫视死如视生，就是说生前享有的富贵，死后也应该同样享有，所以生前用的东西死后也要带走，这样厚葬之风盛行，自然也就助长了盗墓之风。特别是到了汉朝以后，汉朝时期盛行厚葬，这也就导致了汉墓基本上是十墓九空。历史上有很多的名人也卷入了盗墓之中，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的西楚霸王项羽，他曾经盗挖过秦始皇陵。还有一个人在历史上更为有名，他将盗墓事业推向了专业化的高度。他特别还设立了两个官职，一个叫摸金校尉，一个叫发丘中郎将，专门负责盗墓。这个人就是曹操。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曹操的生前身后事。他死后真的是担心自己的陵墓被盗，所以建了72座遗冢吗？据说在2009年，曹操的大墓已经被证实找到了。这个墓真的是曹操墓吗？曹操到底是姓曹还是应该姓夏侯？这一点一直是众说纷纭。但随着分子人类学的介入，这个问题应该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答案。那么他是姓夏侯吗？咱们先来说说盗墓的事儿。曹操到底有没有组织过盗墓活动？有的人会说，这都不用问，曹操肯定参与盗墓了，因为有一句俗话嘛，叫说曹操，曹操盗，所以曹操肯定盗墓了。不光是俗话这么说，在正史上也有记载。在《三国志·魏书裴松之补注陈陵传》中有这样几句话：而曹率将校力士亲临挖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致令圣朝流涕，市民伤怀。又属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挥突，无害不露。既然正史都这样记载了，那么曹操盗墓的事儿应该是确凿无疑了。不过呢，还真的不好说。首先呢，我们要看看这段文字出自于何人之手，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就的。这段文字是出自于三国时期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
陈琳大家应该不陌生，他是曹操手下的一支笔，写的一首锦绣文章。不过他写这番文字的时候呢，并不是服务于曹操，而是服务于袁绍。当时袁绍要讨伐曹操，所以就请陈琳写了这篇著名的檄文，为袁绍檄豫州。所以说这段文字并不是出自于正史的记载中，而是出自于正史中收录的一篇檄文之中。而这个檄文又是一个讨伐檄文。大家知道，类似这样的檄文对事实的陈述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具有煽动性，而它的真实性自然也就值得商榷了。在历史上和这篇讨曹檄文类似的，还有一篇檄文，比这篇还有名儿，骂的还狠，还更具有煽动性。这就是唐朝时期的骆宾王写的《讨武曌檄》。这篇檄文呀，充分展示出了什么叫做骂人不带脏字儿，但依然可以骂的是痛快万分、酣畅淋漓，骂出了文学巅峰的高度。奇文共赏，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先跑一下题，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讨武曌檄》。这篇檄文的开篇就一点没客气，伪临朝武士者，性非和善，地时寒微。就是说武则天这个人品性不好，而且出身很差。其实武则天是出身于弘农杨氏，虽然顶不上武姓七望这些顶级门阀，但是说寒微的话确实也是有点过分。然后又说入门见计，峨眉不肯让人，眼秀弓缠，狐媚偏能惑主。这里面呢用了一个典故，就是眼秀，说的是楚怀王的宠姬郑袖。当时魏国给楚怀王进献了一位魏美人，很美丽，楚怀王很喜欢。郑袖怕失宠，所以假意的与魏美人搞好关系，经常给她提供一些帮助。魏美人呢比较单纯，相信了郑袖是一个好人。有一次他问郑袖说，我怎么才能讨大王的欢心呢？郑袖就对他说你啊长得很美，哪儿都很好，就是鼻子呀稍微大了点儿，大王呢不是很喜欢，所以呢你最好下次见到大王的时候啊，把鼻子遮一下。魏美人信以为真，所以在之后再见到楚怀王的时候都以袖掩鼻。几次以后，楚怀王觉得奇怪，就问郑袖说，魏美人为什么每次见寡人的时候都要以袖掩鼻呢？郑袖就说，这个魏美人私下跟臣妾说过，说大王您身上的味道啊实在是不太好闻，有点辣眼睛，所以他每次见您的时候都掩住鼻子。楚怀王本人可能是有一些体臭，这本来也是他的一个忌讳。闻听此言，自然是勃然大怒，就命人割去了魏美人的鼻子。这就是眼秀弓缠这句话里面的典故，这是把武则天比作郑袖了。不过武则天读到了这句话的时候反而乐了，说这个骆宾王如果想夸朕美丽的话，就直接说好了，何必这么拐弯抹角的又广而告之，这样让朕有点不好意思。紧接着这篇檄文继续放狠招，说武则天杀子屠兄，弑君震母，人神之所共忌，天地之所不容。说杀子指的就是武则天的那个姐姐，据说跟李治有染，据说她的死与武则天有关。屠兄呢，应该指的是武则天的异母兄。这两个人的死或许与武则天有关，但后面的弑君震母就明显是道听途说了。弑君是说武则天害死了李治，震母呢又说武则天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荣国夫人。这些呢明显与史实不符，但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这篇檄文中并没有提到武则天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小女儿，就是那个未满周岁暴病而亡的小女儿。即使是道听途说、胡言乱语，都没有提到武则天杀死自己的孩子。武则天杀死自己孩子的事情是记载于《新唐书》，那是北宋年间欧阳修等人主编的史书。所以可见，在武则天时期，说武则天杀死自己女儿，恐怕连传闻都算不上。紧接着，这篇檄文又对李唐的大臣进行了一番灵魂拷问，写下了这样振聋发聩的两句话：
一抔之土未干，6尺之孤何托。意思呢，就是说先帝陵墓上的土还没有干呢，你们就已经投靠了武则天。那先帝留下的少主6尺之孤，何所依靠呢？这2句词可谓是诛心之言呐。很多李唐的重臣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都要碎了，恨不得自己找一块棉花撞死。武则天读到这2句的时候，也是感慨万千，对身边的人说：“有如此之才，竟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失也。”骆宾王拥戴的徐敬业很快就败亡了，但这篇讨武曌檄却流传了下来。虽然这篇檄文所述与事实有些出入，但是并不妨碍它在文学上的价值。它的魅力依然是经久不衰，烈烈宾王喜，有如日当中。同样流传下来的还有武则天对他这篇檄文的反应。骆宾王骂的不可谓不狠，不可谓不到位，但他骂不倒武则天。武则天的生前身后，她承受了太多的骂名，她早就不是那种软弱的女子，被说上2句就寻死觅活的。武则天早就不在乎别人怎么骂她，她的胸襟既是一个女人的，更是一个帝王的。就像乾陵上伫立的那个无字碑，虽然看起来上面无字，但隐约中上面明明的写着3个大字：无所谓。所以啊，大家也能看到，讨曹檄文也好，还是讨武曌檄也好，其中都有一些夸大的成分。史书并没有根据骆宾王说武则天曾经弑君震母而将其记入史册。那如果只是陈琳在檄文中提过曹操曾经盗墓，而又没有其他史料佐证的情况下，就认定曹操曾经真的盗过墓，似乎就有点唐突了。而且啊，我们再看看陈琳说曹操盗的是谁的墓。陈琳说了，盗的是梁孝王的墓。梁孝王指的是西汉梁孝王，就是西汉梁王刘武。刘武是汉景帝刘启的亲弟弟，他的母亲也是窦太后，而且他还是窦太后最喜欢的儿子，比他的哥哥刘启还得宠。有一次汉景帝喝多了，对刘武说将来我驾崩以后，就由你来继承皇位。当时在场的窦太后听得很高兴，但汉景帝很快就后悔了。七国之乱的时候，刘武是坚定地站在了他哥哥这一边，为他哥哥挡在了叛军的前面，他的功劳一点不比后来平叛的周亚夫低。汉景帝一直与他这个弟弟关系非常好，但后来因为这个立储的事情呢闹了一些别扭，但终归是亲兄弟。2个人呢虽然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但是依然是非常的友爱。汉景帝最后还是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后来的汉武帝刘彻，但对他这个弟弟呢也一直是厚加赏赐，所以刘武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他的陪葬物也是异常的丰厚。陈琳说曹操盗了梁孝王的墓，这听起来还是有点不可思议，因为那时候曹操毕竟还是汉臣，而且至少是在名义上还要以匡扶汉室为己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居然盗了同样也是姓刘的刘邦子孙的墓，这和挖东汉皇帝的祖坟其实区别也不是很大。那么曹操会这么干，挖谁的墓不好，非要挖皇室宗亲的墓。再者说，如果曹操真的盗了梁孝王的墓的话，那后来的刘备孙权一定会把曹操骂个半死。当年刘邦和项羽分裂以后讨伐项羽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项羽曾经盗过秦始皇陵。那如果曹操也干了类似的事情的话，孙权刘备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及呢？这本来应该是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最佳佐证。再者，后来梁孝王墓被保护性挖掘，依然出土了金缕玉衣和大量的珠宝器皿。那么当年曹操盗墓的时候，难道没有盗干净吗？是放在墓室角落的蜡烛灭了，曹操赶紧跑路，来不及收拾这些珠宝器皿吗？还是说他忘带了黑驴蹄子？按说像这种大规模的以军队来进行的盗墓的话，不应该会有什么遗漏。
在陈琳的这篇檄文中啊，也提到了曹操的出身。文言文呢说的比较粗俗，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曹操的爷爷曹腾是一个臭太监，然后他的父亲曹嵩是个臭要饭的。这话说的呢也是有点夸张。曹操的爷爷确实是个太监，叫曹腾。不过这个太监并没有什么恶名，他在宫中30多年，服侍过4任皇帝，在宫里宫外都没有什么恶名。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在《三国志·裴松之注》中提到曹嵩本姓夏侯，他是被曹腾收养以后才改姓的曹。这些说法虽然是出自于正史，但是也是有待商榷的。比如说曹嵩本姓夏侯，大家知道古代收养养子是有很严格的规定的，一定要从自己的近亲中挑选，越近越好。所以一般都是选择自己的侄子，如果没有侄子的话，可能再往外面一层亲戚中去考虑。曹腾是太监，自然是没有后，但曹腾有很多的兄弟。曹腾字季兴，他还有3个哥哥，字分别是伯兴、仲兴、叔兴，而这3个哥哥也都有儿子。像曹洪、曹仁的父亲其实都是曹腾的侄子，所以曹腾如果选养子的话，很大可能是会从自己的侄子中挑选，也就是从姓曹的孩子中挑选，不会选到夏侯氏。在古代，养子或者是嗣子承担着承继香火的重任，这一点是绝对不会马虎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择一个异姓的人来承继香火，这是一个铁的规律。所以曹嵩本来就应该是姓曹，不会是姓夏侯。还有第2点，曹家与夏侯家是世代通婚，比如说曹操的女儿清河公主就嫁给了夏侯家的儿子，这样的事例很多。在古代以前我讲过，严格遵守着同姓不婚的原则。如果曹嵩是出自于夏侯氏的话，那么他的后代不会与夏侯家通婚，因为这样就违背了同族不婚的原则。而之所以夏侯家在曹军的阵营中得到重用，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同族，而是因为他们是同乡，是姻亲，而且在曹操起事初期，夏侯家出力很多，所以夏侯家得到重用，那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而曹操出于夏侯氏这种说法呢，最早是出自于吴国人写的一本叫《曹瞒传》的书。这部书因为当时是东吴人所著，所以对曹操呢是多有诋毁之言。当然了，这些我们都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论证的。那么有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曹操并不姓夏侯呢？大概是在2009年前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李辉教授和同样是复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韩生一起组织了一个课题组，专门研究曹氏家族的遗传密码。这是一次现代分子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一个跨学科的合作。大家知道，我们人类的 DNA 中有一个叫 Y 染色体，这是由父传给子的，而且因为它比较稳定，极少变异，所以由此呢可以追踪或者溯源自己家族的血统。李教授和韩教授的这个课题组就是要搜寻曹操这个家族的 Y 染色体，他们家族的遗传密码。他们首先是从现代人入手，分别呢从声称自己是曹操的后人的家族，以及声称自己不是曹操后人但姓曹的家族，或者是一般人群中提取 DNA 样本，再经过大量的检测。当然了，这些样本在这之前都经过了历史学方面的筛选。最后呢，他们是从7个自称是曹操后人的家族中提取到了一个共同的 Y 染色体，代号是 O2-M268，而这个染色体在其他的样本群中是没有看到的，所以可以认定 O2-M268 就是曹操家族的遗传密码。那么这个结论会不会不太肯定呢？据李辉教授说，如果反向推论的话，就是说拥有这类染色体但又不是曹操后人的概率是1000万分之5，所以从法医学角度来说，这
是完全不成立的。课题组也检测了夏侯家的 Y 染色体，在他们的家族中并没有发现 M268，这是从现代的曹操后人中提取的 DNA。那么在曹操或者是更远的那个时代，他们先祖的骸骨中能否提取到同样的 DNA 呢？如果从曹操或者曹操的先人中也提取到了同样的 DNA 的话，那么这个结果就会更加的笃定。于是课题组就开始四处搜寻曹操先祖的骸骨，希望从中提取到 DNA。最后呢，课题组终于是在曹操的老家，东汉时期叫沛国，现在的安徽亳州，找到了曹氏家族的墓葬坑。这个墓葬坑已经被证实是曹氏家族的，是曹操这个家族的。在这个墓葬坑中，他们找到了曹腾的兄弟曹鼎的2颗牙齿，经过检测发现了同样的 Y 染色体 M268。这个曹操家族独有的遗传密码。所以不管是从历史学还是从分子人类学角度，曹操都不会是出自于夏侯氏。那么曹操会不会是曹参的后人呢？这一点呢，课题组也根据各自的家谱，对5个自称是曹参的后人，但否定自己是曹操后人的家族进行了 DNA 检测。结果呢，发现他们确实具有同一类的 Y 染色体，不过是 O3 开头的，并不是 O2。所以曹操家族并不是出自于曹参。三国志的陈寿之所以说他是出自于曹参家族，很可能是曹操的爷爷曹腾在当时自己给自己贴的金。这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都希望标榜自己是出自于一个伟大的家族。至于曹参的后人，这个呢我们以前讲过，像北宋时期的大将曹彬，以及仁宗的曹皇后、八仙中的曹国舅，都是曹参的后人。在以前的节目中呢，我还提到过《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是曹参的后人。不过呢，在这次检测中，有一位姓曹的红学家自称是曹雪芹的后人，他也参加了这次检测。结果证明他的 DNA 中也藏有 M268， 所以说他也是曹操的后人。那如果他也像自称的一样是曹雪芹的后人的话，那么曹雪芹自然也是曹操的后人。所以这和我以前讲的就不大一样了。所以说历史知识有时候也需要经常的更新。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会有一些更多的发现来否定以前我们的看法。或许这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也同样是在2009年，在河南安阳地区出土了一座大墓，据当地的专家认证，这就是久寻不见的曹操墓。那么这样的话就简单了，既然已经提取到了曹操家族的遗传密码，那么只要对墓中的男性骸骨，那个被称为曹操的骸骨进行一番检测，看看他有没有这个 M268。虽然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曹操本人，但至少可以确定他是不是曹操家族的人。李辉教授的课题组也向安阳方面提出了这样的申请，但很遗憾被拒绝了。为什么拒绝，我也不知道。曹操的墓真的这么难找吗？关于这点呢，有些人会说肯定啊。大家都知道曹操有72座遗冢，据说曹操临终前吩咐，在他出殡那天要城中4门大开，送葬的队伍同时出发，去向不同的地方，这也就使得他的墓地的位置后人无从知晓。这个故事似乎也印证了曹操的奸诈，但很可惜，这并不是事实。所谓的曹操的72遗冢，目前已经被确认实际上是南北朝时期北朝贵族的墓葬群，而且不只是72座，是134座。现在已经挖掘了其中几座，已经被证实是属于北朝贵族的墓葬。其实《三国志》中记载的非常清楚，曹操是主张薄葬的，他要求他的墓不封不树，而且要葬在基薄之地。所以曹操的墓之所以难找，并不是因为曹操的奸诈，而是因为曹操提倡节俭的美德，没有修建大型的建筑，所以随着年代的久远，慢慢的也就是消失不见了。
不过在唐朝的时候，应该大家都知道曹操的墓在哪里。唐太宗李世民还曾经前往祭奠。在唐朝的时候，曹操的名声是很不错的。虽然说他被称作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但奸雄与奸贼可完全不一样。后来到了宋朝以后，曹操的名声才变得越来越坏。特别是到了元明清时期，曹操就真的成了一个大奸贼。而最早记载曹操72遗种的，就是出自于明朝的一部史书。那么现在在河南安阳发现的曹操墓，是不是就是真正的曹操墓呢？这个呢，我就在这里不一一详述了。有很多专家有不同的意见，我只想提一点，在南阳的墓中发现了3具骸骨，1具男性，2具女性。男性经检测认定是60岁以上，曹操去世的时候是66岁，所以这个男性骸骨就被认定是曹操。而另外2名女性的骸骨，一个是30多岁，一个是50多岁。按正史记载，曹操墓中确实应该有3具骸骨，1具是曹操本人，另外1具是卞夫人，还有1具是他最宠爱的儿子曹冲。卞夫人是在去世以后与曹操合葬的。史料记载，曹操墓确实被打开过一次，就是放入卞夫人的遗体，夫妻2人合葬。而曹冲的墓也是后来迁入的，这些都可以从正史中找到依据。卞夫人去世的时候将近70岁，肯定不是剧中那位50岁左右的女性骸骨。曹冲的骸骨在墓中并没有找到，而墓中的另外一个30多岁女性骸骨是谁？至今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有人说这是殉葬的侍妾，但史料记载，曹操并没有让任何一位侍妾为他殉葬，不仅没有让他们去殉葬，而且还为他们的将来安排了生计。类似这方面的疑点还有很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但不管怎样，这个墓呢，现在已经被认定为曹操墓。据说今年已经开放了。我不知道南阳方面是不是又发现了新的证据，是不是在这个墓中发现了曹操小时候的头盖骨。那这样的话，加上曹操成年的头盖骨，应该可以认定这100%是曹操墓。曹操的墓不封不墓，就像是脱去了一切荣光的曹操本人，在那里安静地躺着。古往今来，这位吟唱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老人，被无数的后人评价着、论断着。但其实书生轻易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评价曹操的人，或许应该先问一下自己是否经历过曹操那样的灵魂拷问。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弗兰克贾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